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健康，我是杨医师。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来管好它。今天我们来聊聊膝盖痛这个话题啊，这是一个又常见又烦人的问题。我们呢试图通过思维医学的模式，也就是解剖、化学、能量和精神这4个方面呢，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解决膝盖痛的问题。另外跟大家分享2个真实的案例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膝盖痛的原因是什么。它其实呢很多，但是简而言之呢，可以分成4类啊。第一个呢是结构上的问题，也就是解剖上的问题，像扭伤啊、骨折呀、半月板损伤啊和韧带的撕裂啊。还有就是机械性的问题，像膝盖呢不对齐啊、髌骨脱位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化学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炎症啊、关节炎、痛风啊，这都是有一些生物化学原因。还有就是感染，像细菌性的关节炎。第3个呢，我们就要从能量方面来看啊。中医讲不通则痛嘛，经络不通啊，气血不通呢，是膝盖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呢，过度的使用呢，也会造成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精神压力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膝盖嘛，怎么跟精神有什么关系？其实呢，你想一想啊，我们的膝盖它有肌肉、有韧带、有骨头、有血管啊，然后每一个呢都跟我们的内脏器官有关系啊，心脏、肝脏、脾脏、肾脏，而每一个这个内脏呢，在能量上都跟我们的精神和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精神上的问题啊，对我们身体来讲，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呢，主要是通过这个能量的体系来完成的。所以心理上啊，精神压力大，对我们的自我修复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种原因呢？那就要通过不同的诊断方法啊。如果你要想了解啊，是不是结构上出了问题，那你可以检查膝盖的形态呀、它的活动度，用 X 光、用 MRI 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来判断。如果你怀疑它有化学方面的问题，你可以从血常规炎性的指征啊，甚至局部这个穿刺啊，看看有没有积液或者是感染。那从能量的角度呢，中医望闻问切是吧？局部的诊断也能判断它是什么样的能量方面的问题。从精神角度来讲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问题过去我有个病人突然就是不能走路，胯关节出了问题年纪大了嘛，一查也有退行性病变就是医生说要换骨关节了。其实呢，没错，退行性病变的确存在，这么大年纪了，它存在一定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疼痛呢？实际上这个病例呢，跟他的精神状态非常有关系，特别是他的家庭的关系造成了他非常的抑郁和愤怒这个呢，直接导致了我们说的胆经的堵塞这表现就表现在他的胯关节方面。那这个通过精神能量疗法和针灸疗法呢，这很快就改善了，不需要做胯关节的置换。所以中医一贯认为疾病是内因和外因，内因呢就是情绪的问题，找出了问题的原因呢，治疗方法呢也就出来了如果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你该做理疗的要做理疗，像康复训练热敷等等。那么该做手术要做手术是吧？修复损伤关节置换等等。那如果是炎症呢那你可以用一些抗炎药、止痛药对严重的炎症呢，还可以用一些静脉输大量的维生素这样营养疗法。那当然了，从中医角度来说你还可以通过中药治疗那么像补阳还五汤独活济参汤这些根据你自己的医生给你的辩证来选择。另外还可以用药膏外敷针灸、推拿等等，都可以缓解症状你自己呢也可以做一些穴位方面的按摩。另外拔火罐艾灸都可以改善血液循环。那现在呢，我们用氢气和氧气的这个抗氧化抗炎治疗呢也很有效。从精神方面呢，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状态，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更高级的疗法，像外泌体的治疗它可以促进组织的修复，还有自身的肝细胞的治疗，也可以促进这些软骨再生等等。
那么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一定要重视的。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重体重太重了，给关节的压力很大嘛。另外呢，就加强肌肉的锻炼要注意自己的姿势，同时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自己的精神状态心理情绪一定要有很好的管理分享2个案例一个李先生呢，他50岁，膝盖痛了2年了。从解剖上来讲呢，他实际上是有一个韧带的拉伤做了个理疗，做了一个小的这个关节镜的一个手术做一些修补除此之外呢，他配合一些中医的治疗，外敷的中药，严重的时候呢用点抗炎药最近呢我们也给他输一些 vitamin C 那么做一些针灸和推拿。那么从精神上来讲呢，他现在比较注重自己情绪的调整，最重要的是他的体重偏重所以在改善饮食呢，体重呢有所下降。不管怎么样吧，经过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的话，他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改善，疼痛呢也大大的减少。另外一个病人呢，他呢主要原因是老化，就是我刚才举过的一个病人，60多岁的叫玛丽，他的这个膝关节和胯关节都疼。那么膝关节疼呢，发现呢就是有退行性的改变说他这个骨头关节是 bone on bone， 就是骨头对骨头中间的这些软骨都没有了。这些东西是不是让他容易产生膝盖痛呢？应该是的。但是呢，是不是他产生膝盖痛的唯一原因呢？也不是，因为这种情况它不是一天来的，但是他的疼痛可是最近几个月才发生的，那就说明呢，他一定有别的原因可能是有慢性炎症的问题，也可能是精神情绪造成的一个能量方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讲了，那么他实际上呢，这段时间精神方面的压力非常大产生了很多怨恨，很多这个抑郁的情况。那么同时呢，产生了这个在胆经上的胯骨和膝盖的疼痛。那我们通过能量疗法和针灸呢，它大大的改善了。但是呢，针灸和能量疗法它是没有办法让它的膝盖或者胯关节的软骨再生的如果要希望它再生的话，那可能就要通过这个干细胞和外泌体的治疗才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吧，我们看所有的慢性疾病如果我们从这个思维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全面的了解它的原因它的预防，它的治疗，这样有一个呢最好的结果。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有什么问题也请提出来，我们尽量的跟大家进一步的探讨。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